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徐先生30岁，来自黑龙江个体；刘女士27岁，来自黑龙江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俩现在是什么关系？那都领证了，还能是啥关系啊？那肯定就是2口子了呗。我觉得我俩没啥问题，挺好的，挺恩爱的，没啥太大矛盾。现在我俩呀，就像那种大伙过日子，有的时候甚至更像上下铺的兄弟那样，一点激情都没有。平淡的不能再平淡了，我真的受不了了。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像人们常说的那种七年之痒。你今天为什么来？我吧，我就希望大家能好好劝劝他，别老作我。那你一天到晚老没事找事儿，那你说2口子过日子，他不就这样事儿吗？他好好过日子，他不行吗？我现在就是老后悔领这个证了，因为我感觉他现在就跟变了个人一样，有的时候还让我无条件服从他的要求。如果今天到这儿了，他还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就离婚吧。哎呦，这个一个说是夫妻，一个说是上下铺的兄弟，一个说我俩挺好的，没啥事儿，一个说我后悔跟他结婚了，这咋差距这么大呢？是啊，我觉得问题现在大部分都在他身上，但是在他看来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咱俩你说小摩擦不断，但是呢大毛病没有，这都是正常发生的事儿。你说的有啥的？你说别着急，那咱们就来捋捋，你俩谁先说？老师，那我先说吧。行，就是我们算是恋爱长跑吧，从相处到现在1年的时间了。办婚礼了吗？没有。我俩的情况和别人不太一样因为啥呢？就是说我俩这不是现在领证呢吗？答应他的那些东西，我现在我还没有做到，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条件也不足，我自己家里面条件也比较差，我父母离异了，然后我就跟着一个父亲，我父亲身体也不是很好，家里面还有不少外债，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老师在去年领证之前，3月份领的证，他跟我说的很好，说那个咱们先把证领了啊，那个面包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我信了。但是现在只是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是他的妻子，他没有给我任何，我感觉他是在给我画大饼。然后领证之后，现在变了，就变得现在连沟通最起码的沟通都沟通不了，基本上是没有话的。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们2个人相处的时间不长，我觉得这大饼化了，你有可能会吞了咽了。但是你们2个人都在一起6年了，他家庭什么情况，他什么情况，他是否是在给你画大饼，你不应该很清楚吗？刚开始真的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俩刚在一起的第1年，我们是17年在一起的，11月份。然后到18年相处了1年多的时间，我们想定下来了。那个时候在老家，在黑龙江，2家人已经坐在一起会亲家了，谈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结果会完亲家的可能是第2天、第3天，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就告诉我，我爸跟我妈离婚了，我妈走了。当时我母亲呢，在我们会亲家那一天，本来一切都挺美好的，就是和和气气的。包括这个他父亲那边、娘家那边提的任何的要求，我母亲都答应了然后答应了之后，但是没做到，然后人就走了。那么他娘家那边生气也是生气这个点，要不你就别答应，咱们再商量。你有去跟你妈妈沟通过什么情况吗？我有，就是这个是因为涉及到上一辈的事儿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就是属于情感不和了，然后就是分开了。然后我母亲当时那个时候也是，可能说是对我父亲也比较失望，就说是不欠我们家啥了，老的伺候走了，小的抚养长大了，就这样。可是也不能不管儿子呀，这不儿子刚会完亲家吗？对，所以说就纠结在这儿嘛。那你说，既然你都答应人家了，对不对？你要么你做不到，你告诉人家一声也行，不声不响的，然后他就走了。那这边这个会亲家，你后面的流程就没有办法走下去。我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第2年、第3年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家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富裕，我家里面有很多的外债。之前我都不清楚我自己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家里面有3间大瓦房，有多少地，
但是有多少外债这个事儿我根本就不了解。那这个事儿之后我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咱俩可能走不到一块儿去了因为我的家庭条件是这个样子，我得提前告诉你，我不能瞒着你。那你父亲的话，我不知道人家还能不能同意，能不能答应，但是我感觉也是够呛了。当时说实话我挺感动的，感动在哪儿呢？他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跟他父亲就吵了一架，吵得很严重，就是跟家里面彻底闹翻了，然后来找我了。就是爸妈阻拦你，不让你跟他再继续交往了，你没理会爸妈，直接投奔男朋友去了，对吧？对，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我只有我父亲。我是跟着我父亲长大的，然后跟我父亲大吵一架，我父亲最后跟我说你只要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进来。然后从那以后我没回过家。多长时间没回去过？6年。那你们俩这怎么最后又领证了呢？是父亲又同意了？没有，就是在这6年的时间，我父亲他也心疼我，他也想了解我说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前些年的时候，每年几乎打2个电话，就是劝我说姑娘回来吧，爸爸在这边给你找一个，然后相当的，人家就是知根知底儿的，咱们也放心，你不要跟他这样没有名分的再继续在一起了。我动摇过，但是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放不下。直到去年3月份，他回老家办事儿，我跟着回去了。我拿着我的户口本了，我想着在一起已经6年了，我着急了，我承认，因为身边的亲戚就是朋友同学都结婚了，你说不羡慕是假的。到老家的第2天，我就说咱们领证吧，户口本我都拿着。当时我老高兴了，真的。这事儿为什么不是你主动提出来的呢？我不配，因为我现在我将巴把我家里面的这个饥荒还掉一部分了，基本上还掉2/3了吧，现在还剩个几万块钱。答应他的那些事儿，我感觉我现在我还做不到，我没有那个资格去跟他说是提再往后走一步。老师，你不要信他这么说，整整7年了。要不是去年我主动跟你提领证的事儿、结婚的事儿，你连提你都不提。咱们这么多年不是什么都没有，我陪着你一起还债，咱们有一个自己的店儿，有了自己的房，但是你给我什么了？房子是你名下，店的法人是你，我身上戒指、婚纱照、婚礼，你答应我的什么都没有兑现。不是这个不得慢慢来吗？不得一步一步来吗？我现在不是没有那条件吗？什么叫房子是他名下，店儿是他的法人？这些都是在你们结婚前置办的是吗？店儿是婚前。对，店儿是婚前。然后房子是领证之后买的。领证之后买的。对，但是也是在他的名下。这事儿你挺介意的是吗？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只有跟他有一个夫妻的一个名分，但是实际上我自己名下的我什么都没有，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要么你足够的对我好，要么你就给我一定的保证，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那咱就说保证，姑娘你要什么保证？你今儿就都说出来。其实如果当时我真的是贪图他的经济条件，那可能现在我过成这样，可能是我活该了，但是我没有，我当时图的就是他对我好，他人好。所以其实你要的不是经济的保障，对，你要的不是他给了你什么婚礼、戒指、3金和彩礼，你要的是他对你好，对吗？但是他现在变了。不是我哪儿变了？我还是那样吗？老师们，我说啊，就是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一直想要的就是我想回到那个家，属于我的家。我爸1年又1年的给我打电话，哪怕说他现在他松口了，年前我父亲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年前发朋友圈的时候，我才知道你居然领证了。我爸先是给我骂了一通，我不停的道歉，我说我可能是有点冲动了，但是我也想稳定下来，我觉得他是能跟我走下去的那个人。然后我爸也松口了，说那要不今年领着他回来，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然后我撂完电话，我就跟他商量，表面上哼哈答应了，然后之后没2天就说咱们一定要回去这个家吗？咱俩现在不都领证了吗？不是我没说过这话，你别搁气头上啥都往外瞎说。我当时说的就是我说再等一等，我现在说因为我俩经营一个店嘛，对不？你说我俩走了，店不就得关门吗？我说再等一等。再一个是啥呢？我那个说实话，我有点心虚，我有点怕他爸，我怕他爸揍我这是第一。完了再一个就是因为当时我妈答应了那些条件。
咱过去了之后，你现在你也没达到啊，你没达到了之后，你去了之后，你说你跟人家说啥？你怎么跟人家谈？你到那之后的话，无非就是让人家呲你一顿。你说的那些，它代表的是你的面子，但是我觉得事儿还是得做，这个事儿放这儿。那咱们就说说你们领完证之后的日子吧，因为刚才女孩说了，说她现在和之前完全两个样儿。那领完证之后，你觉得哪儿变了，哪儿不一样？婚后的相处更像于我带了个儿子，是一个长不大的儿子。怎么说？衣食住行，凡是照顾，无论是店儿，我都是围着他转的。就是他现在跟我在一起的这些年，他身上穿的、用的，没有一件是经过他手的。饭是我来做，家务是我来做，我还得跟他忙店儿的事儿。我不也照顾你了吗？两个人不就是互相磨合、互相迁就？你怎么照顾我了？我给你做过饭啊。他给我煮的小米粥，完了偶尔还给我煮过方便面。那方便面我实在不能理解，老师，方便面你搁锅里煮，你给它煮熟了不就行了吗？它煮完了之后是硬的，然后告诉我7分熟刚刚好，但是我有胃病，我胃不好。那你也有不少毛病啊，你咋不说呢？我咋的了？他家里面除了我俩之外，还有6只猫和1只狗。说实话啊，就是本来猫猫狗狗啥的吧，喜欢挺好的。你说作为一个陪伴也好，还是作为一个感情弥补也罢，但是你架不住越来越多呀。一开始1只啊，第2只，完了第3只，最多的时候10只啊。就是他天天就费心费力都照顾猫狗上去了。就是对我就可能就没那么在意了，可能是不是照顾猫狗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开销啊？对，1个月花销也不少啊。就这个猫猫狗狗不是说来这1天2天了，已经7年了。为什么在领证之后你跟我说这个？领证之前你怎么不在乎呢？那不领证之后了，现在我是不是咱俩成2口子了吗？那身上的话不光是店儿，咱俩得研究收入的问题，对不？我还得给你攒那些彩礼这那的，完了之后还有房贷跟着。那店儿每一天一个月的房租啥的，那不都跟着呢吗？那不都是压力吗？跟咱俩刚处对象的时候是租房子打工，没有房贷，没有那个现在开店租房子那个费用，挺贵的呢，1年好几万呢。咱俩租房子1个月1000来块钱，对不？完了之后，咱俩出去上班，1个月也能挣个8、9千块钱。那你说养那些猫啥的，我感觉还行，没啥压力。那现在不一样了吗？不是啊，咱俩不得攒钱了吗？不得呀？你嫌我养这么多，就是因为钱多呗？不是，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觉得需要攒钱，需要省钱，那你为啥要非得把你爸接来呀？那你爸接过来之后，那支出不就更多了吗？再说了，谁来照顾啊？不是把我爸接过来咋的了？那我爸早晚不都得接过来吗？因为我爸现在他也是在租房子。然后50多岁，身体不是很好，但是还行，能自理，就是这么个情况。也就是说，你早就做好了打算，是要带着你的父亲跟你们2个人一起生活的，是吗？我是最近我才有这方面打算的。这些所有的想法都是在领证之后，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这看不惯我，那看不惯我，然后最后说要想把父亲接过来，让我来照顾得了呗。什么叫让你来照顾？整的好像我没有手没有脚似的，我不能照顾是咋的？你都得需要我照顾。我就想问男方，他刚刚说谁做饭？你先回答这个问题，谁做饭呢？你爸来了，他做饭。你爸来了，谁打扫卫生？我爸可以打扫。你爸打扫卫生是吗？洗衣、拖地、扫地都是你爸。我也能做。你现在做过吗？我偶尔。你们俩6年了，不做，你还指望你爸来了你能做？你想什么呢呀？问题是你觉得一个只领了证连婚礼都没有办的小夫妻，把这老公公请来伺候，你好意思让他伺候吗？说我寻思本来我俩的时候就是多一个人，多一副碗筷，我就是这么合计的。他爸能不能接过来？对呀，那把他爸也接过来吧，也是多一副碗筷的事还能一天揍你3顿。那行啊？对啊，为啥不行啊？那不揍我吗？他爸揍你怎么了？不该吗？不可以吗？你跟他姑娘在一起7年了，他爸不可以揍你吗？那你觉得他爸打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给他姑娘是因为领走了恨你吗？算是吧，一方面吧。不是因为恨你，是因为心疼他。来，咱们说说未来的事儿吧。一般夫妻结了婚会考虑要不要孩子，你们俩有这个计划或者这个打算吗？要。哎呀妈，你吓死谁呀？我不要。不是为啥不要啊？要不了一点儿。你刚才也说了，咱们现在经济压力大啊，有房贷，然后店里呢还有房租跟着，然后呢你还要把你爸接过来，那你告诉我养孩子钱你从哪儿出？不是这钱吧，
生活它就像挤牙膏一样，你挤一挤，它总会有的。那这玩意儿穷养也好，富养也好，只要给孩子养大了，那毕竟是咱俩的孩子，以后了也算是老有所依，老有所靠。我已经委屈这样，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还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你现在知道养一个孩子多少钱吗？那我就干呗，努力整呗。之前开12小时，我这回咱家店我开24小时连轴转，我给你挣出来这钱不就完了吗？24小时连轴转谁干活啊？你干吗？一人一半呗。他还得陪着你啊，一起啊。我合计着熬夜不好吗？他干白班，我干夜班呗。为什么还要他干呢？不是你赚吗？我自己24小时干呐，不行啊！就是打着你的名义给我们未来娘俩攒的钱，然后我跟着你，我还得备着孕，我还得跟你干着活，还得照顾你爸，是吗？不是，那啥意思啊？你是啊？你可我一个人霍霍。那我24小时不睡觉啊，干呐！你说店的事我都可以理解，你每天的过程是什么？咱俩一起到店是吧？我备料。我弄面点，咱们是早餐店对吧？你这些你压根你都不会，你都没做过。这店开了3、4年了，你连沾手你都没沾手。我会加热和打包啊。然后呢，你的意思是我干白班，我还得把你晚上的料备出来，然后完了你来干，然后第二天我再起个早备白天的料，再把晚上的料给你备出来。哎，这个店儿的分工是怎么分的呀？凌晨几点起床？4点多，4点多就起来备这些东西。他几点起啊？他看他心情。就是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的啊，因为是6点准时嘛，然后就开门了，然后就有陆续的外卖单子，然后我都是负责这一系列的打包到出餐。他每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店儿来了，他不一定是几点来，往电脑上那面前一坐，整一整外卖平台的一些评价啦，还有这店铺的运营什么样了，我干的活他基本上没插过手。你说你要让他生孩子带孩子。然后他生孩子带孩子的时候呢，这料啊什么的谁出啊？我管。你会吗？学呗。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学呢？你为什么不4点起床陪着他一起做呢？你真是跟他一个人霍霍呀？是因为你玩，还是因为你在收拾店儿？玩。那你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在玩，早上的时候他在忙的时候你不帮忙。所以其实我今天挺好奇的，是谁提出要来节目的？那你提出来节目，你的想法和目的是什么？能解决问题的根本是最好的。如果说真的他表面上答应了，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行动的话，那我就去离婚。所以男生，你做好心理准备啊！现在可能不光他爸 K 你了。来，我们先来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江先生和陶女士啊。哎，你们2个人听完他俩的这故事，你们俩有啥想法吗？我觉得女孩吧，还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因为你们俩毕竟在一起已经马上7年了嘛，7年在一起也很不容易的。然后呢，希望男孩这块做一些改变，是不是？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不是那么太大，也没有必要太早的接过来，这样我觉得确实是会打扰到你们俩的生活。你虽然实在，但是你不努力。如果但凡她嫁给你是贫苦日子、一清二白的日子，什么都没有啊，就是现在这种日子，甚至比这还要差。但是所有的活你都在干，你在特别有限的能力之下，依然把它放在手心里当个宝一样的去对待。你老岳父也绝对不会像你想象当中那么对你。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愿意养宠物吗？宠物对人类是有疗愈的。你爱什么样什么样，你是我的唯一。宠物和他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是极其稳定的，恰恰证明了他非常渴望亲密关系，但是在和你的互动里没有。所以这个女孩子她很勇敢，她也很善良，她渴望一段稳定的不会被指指点点的亲密关系，但是这个背后你不能让她委屈。我从来都说，如果你真心待她，你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竭尽所能，不要超出你力所能及范围之外去画大饼。你哪怕只有1000块钱，你也可以给他一段难忘的经历。你为什么要让他在这一刻这么委屈？他顶住了所有的压力来和你在一起，你看你干了什么？厚道啊，这是你的人品。他看到了你的厚道，说明他本能的和你之间相互吸引，他也厚道，所以他承担了所有的事儿。但是你懒呐。他是怎么放心把自己这一辈子就这么稳稳妥妥交到你手里，什么都不要求？他要点回报有错吗？你那么懒，
跑2个字儿，快跑。他没有办法改变。你找了一个心很穷的男人，不仅心穷，他还算计。做早餐是最辛苦的，4点钟起来备货，意味着可能3点过就要起来了。而且冬天的时候，你们是东北，冬天的时候东北特别冷，可全是你在起来，他爱你吗？他哪里爱你了？你爸不同意，我觉得如果这个男孩作为说，我女朋友她爸不同意，我们家太亏待她了，我妈答应的事情我妈没做到，好，我妈跑了没关系，我做儿子我承担，因为我是个男人了，我爷们儿，没问题。他只要天天陪着你，早出晚归的陪着你，包括跟你爸，我觉得他也有男子汉担当，他没有，所以他心穷在哪儿？情感上一点不投入，责任上一点不投入，还算计，所有的钱空手套白狼，套出来了他的房子。当然你们可以说是婚后房子，但是套出来是他的名字。如果但凡你有点责任感，说媳妇儿咱俩结婚了，房子把你和我的名儿一起写上，我觉得也能过去一点，也没有啊。你知道刚才我查什么吗？黄金戒指多少钱？我刚刚网上搜了一下，最便宜440，440一个素圈戒指，440块钱，你付不起吗？你给他结婚的婚礼上你不能买吗？你没有婚礼440的戒指你买不上吗？你没买，为什么？因为你没心。7年了，他都没有做出任何来的事情。你觉得他今天在这台上说，媳妇儿你放心吧，回家以后就改，我就做，他做得到啊？做不到，因为在台上他已经说了3次了，我害怕去见我老丈人，因为我怕被打，我怕被骂。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男人，但凡觉得这个媳妇儿跟我在一起亏了，他会说，媳妇儿都跟我结婚了，我扛着骂，我扛着打，我也得去啊。这台上有这样的男人，生活当中更多这样的男人，都觉得亏欠。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好，就是爱是长觉，亏欠太多。可你没有爱他，你一点都不爱他，你等啥？所以姑娘，你等啥？你为什么养宠物？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爱，你只能从宠物这儿找到点爱。我抱抱猫猫，软乎乎的，好有爱啊！我摸摸狗狗，狗狗对我好忠诚。你要爱要忠诚，他没有。所以我今天只能劝你这个跑。你们俩就很好的诠释了一句话，姑娘说给你听的啊，上赶着的不是买卖。当年所谓的私奔是你提出来的吧？今天俩人领证也是你提出来的吧？对，人家什么都没说，你为啥要自作多情啊？我不相信一个男人真的有心娶你能拖你6年，我不相信一个爱你的男人连你爸的一顿打都扛不住。所以姑娘，我今天要劝你，第一，他的爸爸不能接；第二，孩子坚决不能要。为什么？你们2个人的未来是你一个人在扛。那个店离开了你，他会经营得很好，但是你们俩那个店离开了他就黄了。你以为这些年是谁在为你们的未来承担着所有的东西？是这个姑娘。这些年是你还完了债吗？不是，是他给你还完了你们家的饥荒债。这些年你答应他要给他婚礼，给他3金，给他彩礼，是你要给他吗？不是，他自己在给他自己挣。当一个女生我能自己挣得来婚纱的时候，我嫁谁不行啊？我凭什么要嫁你呀？这个世界上唯一对你不计成本、不计任何付出爱的就是你爸，而口口声声说爱你的那个男人，此时此刻站在这个里，他只能大声的跟你说，凭什么不给我生孩子？他只能大声在这指责你，不孝有3，无后为大。你现在不生孩子就是那个不孝的女人，你不接我爹过来就是那个不孝的女人。他只会指责你，却什么不愿意为你做。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还过什么？你觉得这样的男人还嫁什么？我们每个成年人，我不是在指责你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付出蛮多的啊。但是我们每个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这就是你买的单啊，你选的人啊，你自己跟自己较劲，跟你爸较劲，你跟这个世界较劲，较完劲，最后的结果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对，还较劲吗？还要较劲吗？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你爸的呀？你怎么这么狠心对自己这样啊？所有人都一样，你也好，你现在法定上的这个丈夫也好，想让自己生活的愉快，让爱自己人过得愉快，首先要学会自己爱自己。翻过头来讲，姑娘，你今天也别哭啊，因为我不了解你，我们在场上短短几十分钟，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认知当中，或者你的情感世界里，你就是需要一个百依百顺，你可以不上进，但是你听话，你不离不弃，你对我忠诚，这样一个人。我不了解你，但我看你这7年来的行为模式，你就在做这件事儿。你只要不出框，你不越界，我养着你，我也认。我4点起床，我供着你，你玩到半夜。你如果是这种圣母心态，你可以继续养活他吗？伺候他吗？再把他爸也伺候上啊！你的人生多好呀，一辈子都在救赎自己，救赎别人吗？你想通自己的这个行为背后的真正的你心里经历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就很好做选择。快30了也，我觉得是时候突破过往的那个作茧自缚的那种痛苦了。你把自己走出来，打开来，你是值得拥有一个和你一样勤奋、有爱心，值得这样一个人去爱你的。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我不管你和他和这臭小子何去何从，你要知道你要什么，不要拧巴着去生活。小伙子，我觉得你挺好的，你真挺好的，你情绪非常稳定的，好吃懒做的，不思上进啊。但是这个社会，包括女人，不养懒人，你自己思考去吧啊！你要再不雄起，用不了1年，他真把你踹了，我们也鼓励他把你踹。其实你们俩分不开，对方身上都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女生用动物来疗愈自己童年的创伤。男生用逃避来躲避现实的压力，他像你的一个宠物，像一只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躲避现实的这些真实的压力。他离不开你，你又何尝离得开他呀？他真的那份给你的，你的父亲不能给你的东西，包括你一直想要的那所谓安全港湾，他能给你。但这种安全的背后，它不是责任，因为它是责任空心化。这种安全是你自己，来自于你自己的安全的能力，他没有。你有这种魄力去对抗自己的父亲，要跟他在一起，他没有。你有这个能力养活猫猫狗狗以及他，甚至于他还觉得你可能养活他的，帮他行孝道，所以他离不开你。所以核心问题关键在于你这里该往下怎么去做。我觉得其实你要硬起来，你要明确爱宠和爱人，这是2件事情。当你爱心泛滥的时候，你就成为宠，宠会让一个人从满足演变成欲望，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而一些需求它是可以被满足并且消失的。他从你这儿得到了他的无限放大的欲望，不想劳动，又想当孝子，不想顶着压力啊，又想过得舒服，同时连结婚这件事情都是你来主动，他习惯了。正是因为你如此状态，你才养就了他现在这样。要说这个男孩有多么的阴险或者老谋深算，没有，他很简单，他很满足于现状。他有的时候可以大声呐喊，但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他又把头埋进了沙子里，因为有你呢，你是能够改变他的。你看他说了，如果你生孩子，如果你坐月子，他会学那些东西的，他会挺身而出的。但是你得把他现在就得踹到前台啊！今天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你就行动起来，才能改变自己的现状，去影响他的改变。徐先生，是不是听懵了？还行，还行是吗？啊，听进去了。害怕吗？害怕。行，坐那儿想想，你猜猜他会不会离开你，好不好？来，我们换下一组嘉宾。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江先生33岁，来自黑龙江待业；陶女士55岁，来自吉林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请给对方打个分。刚开始满分吧，现在就90分，这10分扣在他对我感情上不坚定，他这个人我还是很满意的。
开始啊能打90分以上，现在呀也就打60分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他太玩游戏了，玩心也太重，工作也不认真了，情绪更不稳定。不改的话呀，60分都没有了。你认为影响你们感情的因素是什么？我认为肯定是年龄的问题呀，毕竟我比他大那么多，家里人呢现在又那么反对，我现在面临家人的反对与世俗的眼光，我都犹豫了，让我对这段感情产生了怀疑。我觉得年龄不算什么问题，反而是我们的相处中的思维差异，在生活习惯、性格爱好上没有共同点。但我相信过一段时间我们能磨合好的，他为什么不再给我一点时间呢？最后落在了男生的一个问题上，他说他为什么不再给我一段时间呢？是怎么的？女生要分手了是吗？是的，他现在就是还是在穷追猛打，就不同意分手。他不同意分手，对，所以我现在我也挺困惑的。那您今天是希望我们帮您把他劝分了，还是说希望我们把您给劝的不分了？就是帮我们分析分析吧，就是我们这样的感情能不能继续？希望您帮我劝劝他。先说一下各自的这个之前的情感的经历，我们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况啊。男生今年33岁，你有过婚史吗？离异次。我也有过婚史，也是离异的，也是离异的。你们俩之前的婚姻都有孩子吗？有。男生的孩子跟着谁？跟着我。那您的孩子呢？我孩子大了，就是已经不在身边了，但是他孩子小，现在在身边。多大呀？他的孩子？3岁。你们3个在一起生活是吗？现在没有，孩子和奶奶在一起。你们一起生活过吗？生活过。你带过他的孩子吗？那没有。那今天谁要来啊？我要来的。那你先说呗。我一直对他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他现在就是年龄上的差异啊，觉得比我大特别多，所以说他想退缩了。我们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没考虑那么多嘛，但是现在他家里人知道了，而且他妈现在特别反对，上班也不让他上了，怕和我俩接触。如果说再和我在一起的话，那就要面临就是和他俩就断绝母子关系了，孩子都不帮他带了。所以说我对他这一事处理的就挺不满意的，你知道吗？没和我俩商量，就把这个事就捅给家里人了。你咋想的？就直接跟你爸妈说了是吗？对，因为我想啊，这个事情啊，早晚都是瞒不住的。那天也是赶上啊，心情不好，他们一直在盘问我，就把这个事情全盘跟家里说了。然后他知道之后就比较生气嘛。那你说不得找一个相对来讲合适的理由，也不看父母什么心情或者什么样，就把这事捅出来了。那在那种情况下，他妈肯定不同意啊。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女士别介意啊。你妈妈今年多大呀？我妈妈60。您就比她母亲小5岁。按照您自己的年龄，如果您的儿子跟你在一个特别好的环境，特别温和的跟您说，你觉得你能接受吗？我确实我挺理解他妈妈现在所以我想说的是，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他母亲都不接受，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想了解的是，当他妈妈跟他反对的时候，他怎么解决的？因为原来我在他那儿上班嘛，然后这不是就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就不干了吗？我想问的是，你妈妈现在不同意，你不是还想跟他在一块吗？对呀。你怎么跟你妈妈说的？我刚开始就苦口婆心的劝他嘛，就说，哎呀，找到一个就是我能认可的人，其实说挺不容易的。再一个，之前的那个商人比我小很多，也比较小，然后这个挺能照顾我的，当时给我的感觉特别温暖，希望你能理解我。然后我也让我的亲戚朋友帮我劝一劝，因为这个事情嘛，肯定是不同意的概率比较大。但我坚信，什么事情只要有恒心，水滴石穿嘛，这个事情早晚都能解决的。你刚才说到说你在他那儿上班，对，他是你领导是吗？对，他是我老板。追了多长时间啊？大概半年左右吧。陶女士，你当时答应他的追求，是他追你半年的这个点打动到你了，还是什么原因你会同意跟他在一起？因为他之前就在我单位上班嘛，已经来我单位2年多了，就平时对他的印象就挺好的，因为他就是工作挺认真的，而且也少言寡语的那种。那时候对他就有一种好感吧。我们俩真正的就是说感情有一个就是发展，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和他就是前妻离婚以后，有可能是情绪低落，心情不好，就有一次在工作当中晕过去了，然后是我把他送到医院的，就照顾他嘛，是感动他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在通过那件事之后，他就明确的对我表达了想和我俩处男女朋友，但是当时我是不接受的，因为我知道他比我小好多嘛。
但是他就是一再的就追求解释，他觉得年龄不是问题。他父母不支持，那你这边的亲朋好友什么的，你有说过吗？我只剩一个母亲了嘛，而且年龄大，现在也糊涂了。他对我这方面倒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意见。那你的朋友之类的呢？朋友，我现在我闺蜜这不也现在就是劝我嘛，就不让我和他俩在一起嘛。嗯，闺蜜说，你看他比你小这么多，他肯定是图你条件好。你再过几年，你都多大了？你都60岁了，他才多大呀？他都不到40岁，正是男人的黄金年龄。他说，那以后如果说他要是抛弃你不要你了，那你肯定你痛苦的是你呀。大姐，如果他不是比你小那么多，和你是年龄相当，那5年之后你60了，你就能保证你俩一样好好的？对，他现在就也是这样说我嘛。但是我闺蜜包括我身边朋友没有同意我们俩在一起的。其实你的阅历很丰富嘛。闺蜜朋友说的你肯定想到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讲，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吧，就觉得他年轻，然后挺本分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像他这种挺踏实肯干的，而且少言寡语，我觉得就是很难遇到，而且也是被他的一些就是行为确实感动到我了。所以感动你的这些点现在并没有变化。只是他的父母知道这件事情反对，是吧？对，父母反对。再一个，现在就是我觉得社会压力也有点大，平常领他出去逛街啥的哈，现在就有人说他是我儿子，然后你说他也不给个解释，他在那边旁还管我叫姐。当时我并没在意，就是随口讲，就是我姐嘛。他可能当时就生气了，那个业务员也确实是不会讲话。不是你随口怎么会说出姐？你随口因为我们俩平时我就叫她姐，那个服务员也是确实没有眼力劲儿，你张嘴就来，我还当时还说了呢。你怪人家。我就希望他能成熟稳重一点，别让别人老误会说他是我儿子，是我儿子。我希望别人说他是我男朋友。所以我老觉得那下回出去让他化好妆。对，我这不是我本来寻给他打扮的成熟一点，像老师这样，你说往那一坐，成熟稳重又帅气的。老师使劲往年轻里打扮的，就不想成熟。我就希望他成熟一点嘛，因为我们俩本来年龄差距就这么大，你说他一天老打扮像小孩似的。鞋磨不磨脚，只有脚知道，对吧？你们两个人真真正正在相处过程当中，我们抛开所有人世俗的眼光，你们觉得这22岁年龄差有给你们带来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吗？有，你像他现在就是爱玩游戏，我就看不惯，都玩到后半夜2、3点钟，甚至3、4点钟。你说你第2天你工作起来，你哪有精神头去工作呀？因为他本身在我单位就是开车的嘛。你司机这个行业可以这么讲，本身就有危险性。如果说你在一宿不睡觉，第2天你说你开车是一个什么状态？单位知道你们俩谈恋爱哈？现在都知道。我自从和他俩就是确立这种关系以后，我就所有身边的人我就没有就是说隐瞒。男生觉得玩游戏没什么是吧？因为朋友有可能不一定见面聊天，可能打游戏我们聊天嘛，就是说沟通一下感情，或者说今天就2个人一起讲今天有活动了，我们一起玩一玩哈。可能有一时的就是玩的比较上头了，时间玩的稍微晚了一些。他说这个事儿我也理解，但是吧，不可能说一下戒掉，一点不让我玩，对吧？你得有点精神寄托。你有没有会觉得他管着你？有一些，但是有时候挺理解他挺心疼我的，毕竟第2天要干活嘛。那他让你比如说打扮的成熟一点啊，就让你往曲总这个方向打扮，你接受吗？我认为他是对的。他不接受，我给他买的衣服，你看他来现场他都不穿，给买的手表啥也不戴，我说那都男人的标配。你是公司的领导，那你们单位里面会不会对你们2个人的关系有一些风言风语啊？他现在就面临这样的风言风语，说我小白脸。但这么说你怎么你能受得了吗？我其实并不在意。你们有互相介入到对方彼此的朋友圈当中吗？我一般走到哪儿我都把他带着，老师也都知道我已经都50多岁了嘛，因为现在我经营这个厂子确实有点累，他现在正是可以这么讲，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我是希望把他带出来的。无论我在任何场合，包括有一些业务场合啦，或者说有一些供货商来了需要一些招待这种场合，但他现在就老往后缩，你知道吗？就觉得这一摊呢他撑不起来。我说你什么事都得学习，但他现在就是我认为打游戏好像比这都重要，玩心重。玩心比较重，就看着越来就感觉就不成熟，你知道吗？那你有进入到他的朋友圈当中吗？他出去我也有时候他也带我去，他朋友现在对我们俩就是这个年龄差
也许是他们那个我的朋年龄段友跟我年龄差不多，他们介意就是说接触这个新型事物或者说某些事啊，就是说接受能更容易一些。那我再问一个很多女生都会有的通病啊，大部分女生谈恋爱谈到一定阶段会经常说一句话，没有安全感。你觉得他给你的安全感足够多吗？不够多，就是最近期你看我就发现他手机老静音。我是对这方面我是特别反感的，就是无论男生和女生，你这手机一静音啊，我就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特别是上一次，那都失联了，都不知道干啥，一宿不知道干啥去了。他当时跟我俩讲是出去和朋友去那啥吃饭，我说吃饭可以，早点回来，尽量少喝酒啊。他说可以。9点多我给他发微信，正常9点多饭局肯定都结束了，我就问他，我说这还要多久才能回来？他说快了。结果10点多再给他发微信。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后期再打电话，电话关机了。朋友嘛，在一起喝的可能有点尽兴了，我酒量并不是特别好，刚开始还知道给他回一回消息，后来喝一喝就可能就是有点断片了，赶上手机也没有电了，朋友没办法也联系不上他，所以说就给我领到那个地方，去住一宿，然后第二天那就是领到哪儿去住了一宿？洗浴。所以其实，在陶女士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缺失安全感，对吧？会觉得，她这个年纪可能会有一些选择，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出现。对，你是完全不接受这种行为的，是吧？对，完全不接受。哎，我方便问一下，你们2个人上一段婚姻都是为什么结束的吗？那个我家小孩他爸外边已经有情况了，所以说我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您就是因为背叛才分的手啊？对，离的婚，对吧？对。那你呢？我是因为比我小很多，所以分手。因为是比如说他比我还爱玩嘛，我一直让着他，一直包容他，可能刚开始还好，后来时间一长，可能是双方都受不了对方了，所以就选择分开了。哦，所以你上一段分开是因为太小了。然后你需要完全的包容对方，你受不了了，所以找一个一点不用自己去付出和包容的哈。双方，你就说他这个年龄可能会更懂事一些，对吧？比如说什么事都帮我照顾得非常好，不用说特别操心，就是说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最后一个问题啊，你们2个人分别说一件对方为自己做的让自己特别感动的事情。因为我是自己做生意的嘛，之前就是1日3餐都不按时，自从认识他以后，这个是基本上每天都准时追点的。那男士说吧。就是上次不是说晕倒了吗？他就一直在照顾我嘛，然后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关心，那种温暖，瞬间就是说把我给感化了。来，我们先听听同样来求助的徐先生和刘女士。我想跟这个姐姐说，因为我感觉您的年龄跟我父亲是一辈儿的，可能还要大几岁。现在你们相处现在已经半年了，才半年就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了。姐，我劝您及时止损。刚才我突然领会了一个道理，就叫做换位思考。这个东西的话，你得学会站在女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俩在一起半年多的时间，那么面对流言蜚语肯定是你们2个共同的，但是你感觉无所谓，但是对于女士来讲，毕竟是一个女生，而且年龄比你大，她可能在心理方面也会有一些自卑。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是让她来独自承受这些东西的时候，确实是对她来说有点不公平。再一个就是本身这个姐姐她的年龄她在那摆着呢，她也希望你能更有事业心一些，希望你能放下玩心，收一收心。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是能为了她去改变的话，那还好；如果要是确实改变不了，那说明你们彼此确实是不合适。哎，那我想问一下，你相信这男生能改得了？啊，信。姑娘，你相信这男孩能改吗？我不相信。我觉得我的可能包容度会比较大。从我的角度来看到你们2个人，我就是觉得你们都是各自走过一段可能并不是很愉快的婚姻的人，所以你们再走到一段新的关系里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对上一段关系的失望，到这一段关系里去寻找一种补偿。爱情啊，这个事儿它会分为2种层面，一个是单纯的看见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么喜欢他，还有一种是有选择的理性的喜欢。你们很显然不是前面的那一种，对吗？所以其实是2颗都不是很开心的心
凑到了一起。然后在这段感情当中，其实你们都需要的是，在下一段婚姻里、下一段感情里，能够自己更主动性的去操持这段感情，去控制这段感情，让下一段感情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走。所以你会熬夜通宵达旦的去玩游戏，所以你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给他买手表、买昂贵的衣服。你那不是一个男人的标配，是你脑海当中认为和你匹配的成功的男人的标配。但是你知道吗？从你女朋友的角度讲，她更需要在这段婚姻里感受到的是足够的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就是你要给她足够开放的、陪伴的、尊重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你没有给她，你只顾着活你自己了。你其实要给他敞开的东西要更多，因为他在上一段婚姻里是受伤的，所以你是应该带着一点修复的感觉走到他身旁，你能治得了他的伤，你这段感情就能留得住。我一直在听，你是觉得说这个恋爱，我觉得我很担心，因为我们年龄差22岁，所以我会担心我们的恋爱不被别人接受。可是当你一旦进入到恋爱状态的时候，你完全不是在谈恋爱，你完全就开始打造它了，你是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你的婚姻伴侣，你太着急了。所以我刚刚在想，我说我们恋爱谈的是年龄吗？我一直认为恋爱谈的不是年龄，所有的恋爱谈的都是思维模式，思考这个问题的模式，然后彼此之间差异的模式。你选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男生，你要做的就是培养，而这个培养是先从恋爱开始培养。所以我觉得你来考虑这个恋爱你要不要谈，或者你要怎么来谈。那其实对于男生来讲，我想说一个很直白的话，你也没想谈恋爱，你只想找个妈妈，因为在你过往的那个婚姻当中，你没有被照顾过，可能在跟你妈妈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也没有被妈妈照顾过，所以你只是想要一个能够照顾到你的妈妈，饮食起居都能够照顾了，工作也能照顾了。你要的是她身上那个母亲的味道，你并不是知道一个成熟的、一个有过社会阅历的、一个经历过创伤的女人，她想要什么样男朋友，你不知道。所以我会觉得你才是不适合谈恋爱的人。她其实可以来去创造，就是女士，你可以去创造，她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孩子，那你要怎么跟她交往？但是作为男生来讲，你如果不知道应该跟怎么样这样的一位女士交往的话，你就只是享受，等到哪一天可能3年可能5年，你突然觉得说妈妈已经把我培养成一个大男孩了，我终于可以出去放飞自我了，有可能你真的就离开他了。所以你们要想清楚的是，如果我们真正要在一起，那我们的差异能不能够给我们创造出来火花？但如果我们的差异恰恰是我们赌注的失败的筹码的话，那要不就别谈了。年龄确实从来都不是情感当中的问题，但人和这个人的能力却是。我在你们两个人身上没看到爱，也没看到相互喜欢，我看到的是一个女老板对员工的喜欢，一个女人对孩子的爱。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和你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可能这些年你对于孩子的陪伴是疏忽的，可能这些年你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是有愧疚的。从你的字里行间当中就能看得出来，你对他的喜欢从来都不是男女之情的喜欢，是那种长辈看晚辈的喜欢。所以在你内心深处，你压根儿没有在谈恋爱。你第一是在为自己的公司严选接班人，你觉得他踏实靠谱。第二是你在弥补自己在妈妈这个角色上的愧疚。对于男生来说更是一样了，你也没有在谈恋爱呀，你在弥补2个，一个是曾经的婚姻带给你的伤害，就是那段婚姻让你疲惫不堪，因为你一直在照顾一个年龄比你小的女孩子，你太累了，太烦了，你受不了了，你现在就想躺平，我什么都不想管了。它就是你躺平的一张床。第二个，当你虚弱的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妈妈的那个身影。虽然现在是你的妈妈在帮你带着你的孩子，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童年经历了什么，可能你也是缺失一部分母爱的。
所以你对他的喜欢也不是男女朋友的那种的喜欢，而是被他给你带来的幻象的母爱所感动。所以我觉得好合好散吧，因为再走下去的话，你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个关系，反而会把彼此的世界搅得非常的混乱，也会打破彼此生活的轨迹和轨道，对谁都没有好处。恋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情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怎么就算是一个爱情，怎么就算没有相恋？那我们看形势，你们两个确实在一起了，但实际上你们来回头想想这半年你们的相处啊，其实你们一人身上贴着一个标签，男生叫不负责，女生叫要太多。你看这个男生，不是他33岁比你小多少的问题，我们见过太多33岁的男性，那是扛起全家的，父母、孩子、爱人、七姑子八大姨、兄弟姐妹。他呢，他连3岁的孩子都不养。你不要听他说什么过去我前妻比我小10岁啊，我还得带着他。错，他俩谁也不管孩子，没人负这个责，他就不是一个爱负责任的人，所以他上一段婚姻才失败。但是我们的感情、爱情和婚姻如果需要长久的话，首当其冲就是要负责，责任是婚姻长久的第一要素。所以你去锻炼自己的责任感，你去培养自己负责任的能力，先从爱你的孩子开始。男孩女孩？男孩。小男孩，爸爸也不在身边，妈妈也不在身边，你准备让这个男孩将来长大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这样的吗？我没说你不好啊，有可能你这样的都做不成。所以学会负责，先从做一个爸爸开始。生而为人父，如果担不起做爸爸的责任，你就不配当丈夫。大姐，要太多，既要又要。你看中他一开始不就是他的青春，他的松弛，对吧？他的乖，他的听话，他的忠诚。你过没2天又让人家开始给你的工厂负责啊，让你从你这么辛苦的工作当中能够稍作休息，有那功夫你不如培养你的孩子，你培养他呀，这不就既要又要吗？说你贪心吧，有点难听啊，大姐。但是你要想到自己55岁再进入一段爱情、一段婚姻，一定是锦上添花，咱这块锦得把它画完整了。再有一个伴侣出现，我们让这个本来生活已经织成的锦缎变得更丰富、更多彩、更美丽，这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应该追求的爱情和婚姻。所以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我没有看出什么能够长期持久的相处之道啊，顺其自然吧，处不下去就不处了，处得下去就慢慢找磨合的点。您别既要又要，您学会负责任。女士，你跟他在一起开心吗？舒服吗？刚开始挺开心，现在不舒服。哦，不舒服。男生呢？我觉得舒服，没问题。好，我再问一个问题，看你舒服不舒服啊？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在他的厂子再工作了，很纠结，别人会觉得你是那个吃软饭的，你有工作能力的呀。开始你们俩是没有这个关系的，你工作很不错嘛，并且受到领导的赏识。你能不能不在他那个厂子工作？现在已经不在这工作。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现在待业，在家待着。啊，为什么不在他那个厂子工作了？因为父母反对嘛。啊，所以但是出来你就没有工作了。暂时还没。那你现在吃的饭是硬的还是软的？有点软吧。赶紧去工作。我再给你建议，你们现在不要住在一起，好吧？好，这样拉开距离之后，女士，你再看看跟他继续处下去舒服不舒服？你不要以为把他身上穿上一件西服他就成熟了，那是成人的皮，那是给别人看的。你是要跟这个人的内在在生活相处。你说他现在在老玩游戏，其实你可能会在面临一个更严酷的游戏，你在改造一个人。如果这段关系你们现在还住在一起，还是这种养和技术的这种关系的话，就会演变成情感霸凌。你要控制他，你却认为这是在经营，你是为了让他变得更好，让他当一个厂长，但错了。你越去压他，他越觉得没有自信，他越成不了一个人。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分开，继续谈恋爱啊，独立，这样其实你就可以抛弃很多人的异样的眼光，你就有自信说，
这是我女朋友。如果她不再依附于你，你看这个男生除了给你温暖、给你做家务以外，他还有能力，是靠得住的，不是靠外在啊，内在是靠得住的，你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因为你是一个有阅历的人，你知道什么是真爱，因为你错爱过，但这次不要轻易的再去做一个决定。所以分开一段时间再去相处，未必不好。但如果分开发现了真正的那个人，那是一个成人，不适合自己的话，那就赶紧分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两组嘉宾同样啊，咱们都是回到门后面。好的，那么第一组的这一对夫妻啊，徐先生和刘女士，他们两个人是否会选择出来呢？打开门揭晓答案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登录微信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呢到10点我们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有很多想要参与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有情感困惑的话，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们只要去打开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答案，你们希望他们出来吗？那肯定不希望。来，但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出来的。不会不会出来，不一定。来吧，3、2、1，请开门。走了，这不挺好吗？我认为他们肯定会出来。哦，好事。看来这女孩是真的累了，对，可能这7年对她来说真的挺煎熬的。但是这男生我觉得还有机会去挽回一下。对，你可以去努力，成不成功也看你的努力程度。关键小鹏老是师特别的，如果他愿意今天下台过后立刻去老丈人家接受老丈人的鞭策，这是作为男人担当的第一步。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第2组嘉宾啊，这个其实争议挺大的，但是爱情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他们也应该会分吧？应该会分吧，我觉得。也分了，也没出来。实际上确实不太合适。我也觉得。不是年龄的问题，不是年龄的问题，对，真的就是年龄确实不问题，我觉得就是人和能力的事儿。你如果真的是相爱的2个人，差多少年龄差距，可能都能走到一起。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